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蓝奕峰。欢迎收看启蒙论坛蓝鼠掀盖史，蓝鼠叔讲世界的故事第11集。在第一章文明起源的最后，我们讲到了外海人的攻击，让古代文明大国富裕强大的城邦一一倒下，最后连挡下外海人的古埃及也陷入分裂混乱，成为青铜器晚期大崩溃。大国一崩溃，就提供了小国崛起的机会。在大崩溃后，许多城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中小型势力也纷纷兴起，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以色列。以色列本来为12个部落，是12支派所组成的部落联盟，平时各自为政，遇上有重要的共同事务，才特别选出士师来领导。以色列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在大崩溃的权力真空中成长茁壮，积极向外扩张，导致士师制度不再能因应扩张后的国家需求，因而进入王政时代。其中最有名的古以色列国王，就是圣经故事中打倒巨人歌利亚的大卫王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大卫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以色列迎战近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很可能是外海人的残余。非利士人之中有一个孔武有力的巨人，名叫歌利亚。以色列人闻风丧胆。当时年轻的大卫本来是一个随军出征，只是为3个哥哥送饭的。大卫见到歌利亚猖狂，以色列士气低落，就挺身而出。大卫只带着1条投石索以及从溪里挑选的5颗光滑石头，随即迅雷不及掩耳地抛出卵石，轻敌的歌利亚遭命中额头，踉跄倒地。大卫一个箭步上前，拔出歌利亚的佩刀，斩下他的头颅。从此后世常以大卫对歌利亚来形容以小博大。文艺复兴时代更有许多大卫雕像与绘画创作，最出名的米开朗基罗大卫像则成为佛罗伦斯捍卫自身对抗霸权的象征，原作展示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美术学院。所罗门王则以智慧和财富闻名，他最有名的智慧故事是所罗门王的审判。故事是2个妈妈争着称小孩是自己的，所罗门王先故意装糊涂，下令既然分不出是谁的，就剖成2半，1人1半吧，这样最公平。真正的母亲一听到孩子要被剖半，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说不要孩子了。但是假的母亲则当然不在意，所罗门王借此判断出谁才是真正的母亲。另外，比判案更有名的是所罗门王的宝藏。古以色列是位于欧亚非3大洲南来北往的贸易路线必经之地，这就是为何所罗门王会以财富闻名。但是所罗门王一过世，传给儿子罗波安，王国于西元前931年分裂成南北2国。这个分裂时机可说再差不过了，因为权力真空的年代即将结束，新的强权已经默默的崛起，就要濒临古以色列附近。这个新兴势力就是在大崩溃中退守老家但并未灭亡的亚述。自西元前911年开始，亚述重新开始扩张，连续几位帝王到处东征西讨，从两河流域打通到地中海东岸。第一阶段到了有志高三世为最高点，大英博物馆内馆藏的黑方尖碑及有志高任内所见。有志高年老后，皇子神嗣才起兵叛乱，造成内战。虽然最后由另一位皇子日封豹平定，即位为日封豹五世，不过内战也削弱了中央的力量。此后亚述进入诸侯时代。日封豹早逝，皇子即位时年纪相当小，由母后重弘后摄政。重弘后影响力极大，使得希腊神话出现阴转中的塞米拉米传说。传说故事是这样的：塞米拉米是鱼女神与人类所生，但鱼女神生产后就自我溺死，抛弃了塞米拉米，使得塞米拉米是由鸽子喂养长大的，直到王家牧羊人发现后将它收留抚养。日后很多传说故事都会发现王家牧羊人有重要角色，可说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神话故事也一样。塞米拉米长大后，嫁给亚述王尼努斯的心腹大将欧涅斯，因而成为国王顾问，还曾亲自领军攻下大夏关键要塞。
这让尼努斯印象深刻到爱上了他，甚至要求欧涅斯离婚，将塞米拉米让给王，最后用尽威胁利诱手段，逼得欧涅斯上吊自尽。塞米拉米于是嫁给王。后来尼努斯因为受到致命箭伤过世，塞米拉米伪装成是自己与王的儿子，就这样统治了42年，征服了大部分亚洲，恢复巴比伦城，最后前去征服了印度。他用黑皮的水牛叠在骆驼上，伪装成大象，骗印度人以为他也有大象，一开始还计谋得逞，但他却在印度大军反击时受伤，军队几乎覆灭，只能撤军。最后这段故事前半段来自重弘后摄政，后半段则显然是受亚历山大征服故事的影响。亚述的诸侯时代历经5帝王，最终由信赖神子3世政变夺权成功，也大举削弱诸侯的势力，并强化王权。亚述于是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又进行军事改革，改为职业军队，开始恢复南征北讨，消灭周边无数中小势力。其中倒霉的就包括前面说到的古以色列分裂出的南北2国，北国以色列被灭，所属的10支派遭到迫迁，流放亚述边疆，从此不知所终，成为失落的10支派。南国犹大臣服亚述，苟延残喘，因为只剩下犹大，后来犹太人的称呼就是由此而来。信赖神子不仅横扫地中海东岸，西征更征服了文明荟萃的巴比伦，不过并未吞并或分割巴比伦，而是以共主联邦的形式统治巴比伦。主要原因是亚述相当尊敬巴比伦的文化与信仰，但这也种下了未来最终亚述内战灭亡的祸端。欲知后事，敬请期待下一集咯。